我发现老公在外面养情人，拥有另一个家，却不动声色。他以为他能过上快乐的日子，但他不会想到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。2年后，他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，亡命病榻也是他该有的结局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叫王婷，今年30岁，是上海本地人。我的丈夫名叫王石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认为他人如其名，是一个很老实的农村人。可我的这个错误认知，差点让我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若不是王石太过着急，让情人住进家里，我的房子和车子还有其他财产，说不定真的要被他卷走大半。这些事情按下不表，后面再说。时间回到10年前，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刚上大学的大学生，我对大学里一切的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。女孩子是很感性的，再加上这种心态，很容易就会陷入到爱情的漩涡之中。我也是如此。那时我注意到班级里一个别人都不会注意的男生，那个男生全身上下没有一件名牌，一看就不是一个爱攀比的人。除此之外，他眼睛的光也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。相信每个人都听老师和家长说过，上大学就轻松了。很多大学生也是抱着这种心态上学的，但那个男生不同，他在大学课堂也没忘记学习，不仅每节课坐在老师面前，下课也会去请教问题。我认为他就是父亲口中那种直上进的男孩。这个男孩就是我今后的丈夫王石。婷婷，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看上的男孩子啊？回到宿舍，舍友八卦地问道。开学大半年，舍友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，只有我还是单身，所以他们很关心我。我认为舍友应该是学校里和自己最亲密的人。想了想，便如实开口说道：“王石，我觉得他很不错啊。”3个舍友异口同声开口道。我能通过他们的表情看出他们的惊讶。我就是觉得他很好啊，没怎么想。我继续说道：“他哪里好啊？虽然长得还行，但是穿搭也太邋遢了。我不建议你喜欢这种人。”一个跟我相同出生的舍友说道。说实话，他对王石的评价让我很不开心。我当即就开口说：“你不应该这样把人看低。”其他2位室友也觉得他说话过分，连忙开口说：“对对对，只要婷婷喜欢就行。”虽然他们帮我说话，但我还是觉得不开心。我当晚没有住宿舍，回了自己家，给父亲讲了这件事。父亲笑了笑说：“姑娘，你是对的，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。谁说农村人不好？你老爹我也是农村出身的，不也在上海出人头地了吗？男人最重要的还是品格和心性。我听你说，感觉这孩子还不错，你就放心去表达自己的喜欢，爸爸支持你。”得到父亲的支持和安慰，我才鼓起勇气和王石表白。我本以为王石会和我拉扯一番，但让我稍微有些意外的是，他居然立马同意了。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在意，可现在想想，他在那时就表现出了自己的野心。也是那时起，他把我当作他吃软饭的对象。和王石在一起之后，我过得很充实，也很快乐。大学4年转眼就过去，我和王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。王石很诚实地告诉我，他现在负担不起上海的房子，但他会用尽全力给我想要的彩礼数字。其实并不是所有女孩都喜欢彩礼，我们上海人更是不讲究这个，我们要的只是男方的仪式。既然王石愿意顶着天大的压力也要完成这个仪式，那我作为爱人也应该理解他。我开口说：“那我要8888彩礼可以吗？”
多少？王石愣了一下，8888。我在手机上敲了这4个数字。王石有些呆滞，许久才激动地抱着我说：“婷婷，你真好，哈哈哈！以后你得改称呼，该叫我老婆了。”就这样，我和王石成功走到一起。可能有人会有疑问，我们在哪里结婚的呢？在这里，我要说明一下，我的父亲早就为我们俩准备好了一套婚房，只不过户主是我的父亲。当初我让他把户主转给我，但他却对我说：“做人要留个心眼，你听我的。”事到如今，我才明白父亲当时的考虑。他不愧是从最底层混到现在的，他太能把握人性了。若不是父亲当时留的后手，可能我现在会被王石和情人联合起来欺负，最终沦落到流浪街头的结局。婚后前2年，一切都跟恋爱时一样，我和王石的日子过得很甜蜜，虽然偶尔有争吵，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有着相同的爱好，经常一起出去旅游，过着只属于我们俩的日子。但好景不长，2年后，王石突然对我说：“老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？我们也不小了啊！”我记得我之前对王石说过，我是丁克一族，我不希望孩子来分享他的爱，我也不想因为生孩子而身材走样，更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。我还记得王石当初答应过我，一辈子都不会逼我做这件事情。前2天，我妈又给我打电话了，你知道他们老年人很想抱孙子，王石也知道自己不占理，说话的声音很小，那我也没办法呀，我不想生。我无奈道：“一点都不能商量吗？”王石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冷漠。我点了点头说：“不可能商量的，好吧。”自从这日起，王石就变了，他开始对我冷漠，然后经常不回家，只要我问，他就说是在公司，或者在陪客户应酬。起初我还相信他的鬼话，但随着时间发展，他做得越来越过分了，甚至有过半个月不回家的情况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王石的变化绝对没有这么简单。女人是天生的侦探，有了这个意识后，我开始查王石的手机。可能是我从来不查他手机的缘故，他对我没有一点防线，连消费记录都没有删过。2年前，他疯狂地在外面订酒店，在之后订酒店的记录少了，但多了一笔巨额支出，2万块。我连忙点进去，转账备注是房东。我愣了一下，王石有家，他联系的这个房东是做什么的？我现在面临一个选择，一是直接问他，二则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自己悄悄地调查。想了许久，我选择了第2种，不动声色地对人抱有一丝提防，才是成年人该做的事情。我加了那个房东的联系方式，对他说想去看看房子。房东说刚好那一家的租期快到了，于是我去房东那里了解相关情况。房东对我说，房子里住了一对母女，但来路不正，家里的男人来的次数不多，每周最多1次，估计也不是夫妻。我立马联想王石陪客户的次数不多不少，1周也差不多1次，时间刚好对上了。原来王石不仅找了情人，还偷偷生了孩子，已然是拥有了另一个家庭。在我思考的时候，房东打断了我，他说：“房子你要不？你要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。”说实话，我不想让那对母女住，总感觉那女的神经有点不正常，经常跟男人大吵大闹，还动过手。我一听，立马点头说：“好，我要。”2万块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我主要是想逼那个女人离开，只有这样我才能抓住王石的弱点。回到家后，王石来到我跟前，他用少有的温柔语气开口说：“老婆，跟你商量个事行不？”你说。
我想找个保姆，最近看你太累了。我立马想到，他是来不及找新房了，所以想让那个女人住进我家。我没有答应，因为我知道人只有在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才会做出疯狂的事情。我拒绝后，就装作回房睡觉。王石见我没了声音，连忙打了一个电话。我听到王石说：“什么？你让我受伤？你怎么这么狠毒？不是你受伤，就是你儿子受伤。”那个女人对着电话怒吼，其声音之大，让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好吧。第二天，王石瘸着腿回家，我装作关心道：“怎么了？”王石说：“今天倒霉，被人撞了一下。老婆，看来真的得找一个保姆了。”我看着王石的样子，心想：你对自己还挺狠的，那我就看看你还要干什么。好吧，我同意。家里多出一个保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那个女人。之后每天晚上我睡着的时候，王石便跑到保姆身边，而我悄悄地通过监控观察两人。王石抱着一条腿躺在床铺上，开口说：“满意了吧？”保姆撇了下嘴说：“不满意，你赶紧跟他离婚，把房子分到我才满意。”王石陷入了沉默。如房东所说，这个女人真的有点失心疯。他见王石不说话，立马上火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他说着就掐向王石。我没想到这世上居然真有这样的女人。王石犹豫了一下说：“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其实这个房子跟我没有关系，名字是王婷父亲的。”什么？你骗我？你不是说以后会给我们母女房子住吗？对不起，现在只能委屈你了。不过我也算完成了诺言，让你住进来了。那个女人瞬间疯了，开口说：“你让我当一辈子保姆啊！”她嘶吼着跑出房间，冲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。这国人符合她疯癫的性格，这一幕让我早就猜到了。我连忙起身关紧房门，然后拨通报警电话。女人处理完王石后，立马冲进我这里。还好这时警察已经上来，控制住了她。我战战兢兢地走出房间，看到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王石。之后，警察同志找我做笔录，我把监控视频给了他们。警察同志丝毫没有怀疑我。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苦命的女人。就这样，我的目的达到了，成功地报复了我的丈夫，并且还不用付任何法律代价。毕竟，女人是王石带进来的，伤害她也是这女人主动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